国泰航空 I love you。航空迷最讨厌的可能是换机型，长荣，但最爱的肯定就是被免费升舱啦。嘿嘿，这是个开心的故事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3、2、1，起飞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今天我要从香港回温哥华，搭乘的是国泰航空的 CX888。哇塞，这个号码是怎样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但好像今天不管是哪一间航空公司飞香港温哥华航线，号码里都一定会有8哎。看来大家都很吃准迷信华人的市场呢。我虽然一直以来都不是个特别迷信的人，但今天请容许我加入这个团体。这个数字真的太神啦！我们先前往香港国际机场吧。我在香港住了6年，可是我好像一次机场快线都没坐过我通常都是搭巴士。但今天刚好在中环和朋友吃饭，所以我这次就决定搭机场快线。机场快线去机场是真的快，30分钟左右咻一下就到了，但相对的价格也会比较贵，从香港站过去就需要上百港币。这里推荐大家如果要搭的话，可以去 Klook 买，就可以打1点折哦。OK， 跳到香港机场，国泰航空身为香港机场的霸主，使用的是最优的 A、B、C 牌。B 就要被妈妈打屁股了，虽然我小时候拿 C 一样被打啦。那在报到完后，我看登机口还没出，所以我就跑去香港机场的空桥看飞机。我很闲，时间很多，我就想说等等看飞机从下面经过。谁知道我这一等就直接等了2个小时，屁股直接烂掉。菲律宾航空，感谢你拯救我的屁股。而等到这个时候，飞机也差不多出现在登机口了。这是我今天搭乘的国泰航空 CX888 777-312。国泰航空目前一共有35架的777-312，是国泰机队中很重要的主力之一，平均机龄13岁。而我们今天搭乘的 BKQX 比平均稍微年轻一点，今年满10岁。在小小 delay 且排队队伍消化的差不多后，我也终于起身前往登机。不过在我刷脸的时候，一个乒乓，那你过不去。当我还以为我的脸出了什么问题时，地勤这时候给了我一张新的登机牌，说我被升到豪金舱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当下外表很淡定的表示，这是谢喽。但实际上我的内心已经激动到不行。至于为什么会被升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国泰也只是非常平民的 green status， 我也没有到说真的很常飞国泰。但不管，此时此刻我就是天选之子，不接受反驳。国泰的777-312一共分3种座椅布局，我今天搭的这个应该是比较 premium heavy 的77A 布局，一共设有6席头等舱、53席商务舱、34席豪金舱以及201席经济舱。现在这架飞机已经被 retrofit 成拥有 Aria Suite 的77J 布局了。Aria 温哥华也是国泰第一个在北美使用 Aria Suite 的航点，加上国泰在温哥华仅次于 Air Canada 的报到柜台，以及甚至这里都有国泰的贵宾室，看得出国泰真的非常重视温哥华这个市场。我今天的座位被改到了32E，虽然是中间位，但我完全没有要抱怨。豪金舱采用的是242的配置，椅子的部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应该是国泰目前豪金舱里最旧的。我想这应该不用我说也看得出来吧。虽然硬体确实很旧，甚至有些点连后面经济舱都不如，但在空间感就是完胜。19.5寸的椅宽，8寸的后仰，跟40寸的椅距，差不多4个拳头，所有数据都吊打经济舱。而在上飞机时，椅子上就已经预先放好了枕头跟棉被，枕头很大一颗，用的也是舒服可重复使用的枕头套，棉被也是真的有厚度的那种，跟经济舱那个薄薄的毛毯握起来还是很有差的。椅子的部分后面的头枕很大一片，可以上下左右。椅子的材质也是网状的织物，坐起来就是不错的舒服。左边靠手这边可以弹出一个小小的平台，让你可以放杯子，下面还可以找到耳机插孔跟遥控器。到右边这里的话，只是让你可以控制椅子的后仰以及小腿的支撑，搭配椅背最下面的 leg rest， 其实休息起来是真的可以蛮舒适的，今晚绝对可以睡得很香。然后嘞，下面的话每个椅子都有一个万能插座，头顶的话则是没有 personal air vent， 但有 personal reading light。哦耶，很棒！我们再往下来看椅背吧。椅背的下面就是一个大口袋，里面塞了头罩式耳机、过夜包、安全须知、清洁袋、杂志、水，跟今天这班纸本的菜单。耳机是国泰牌的头罩式耳机，戴起来非常舒服，用起来也非常 high quality。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抗噪效果不强，但这要求就有点太多了哦。过夜包是国泰牌上海 theme， 仿佛国泰好像知道我刚刚从上海来一样。里面可以找到眼罩、牙刷、耳塞跟我觉得没有到很舒服的袜子。菜单也是跟经济舱不太一样的，看起来也好吃许多，选项更加丰富。等一下再给大家看我吃了什么。好，拉回椅背，口袋的上面有个意义不明的置物空间，我最后是拿来放眼镜啦，不知道还可以放什么。而到最上面就是娱乐系统 Kota 跟 USB-A 插孔啦。
娱乐系统老实说真的是有点年代了，特别是硬体方面是可调整的，但有种快掉下来的感觉。反应跟灵敏度方面也是有点撑不住了。软体的部分也是依旧使用国泰上一代的系统，但还好娱乐选择内容方面国泰还是很强的。电影、电视节目、音乐、游戏、儿童专区你都能找到，飞行地图也还算 hold 得住吧。让我本人很开心的是，国泰有很多动漫选择可以看，你也可以找到机上摄像头看飞机的下面，这都是我自己私心希望所有飞机都有的 feature， 所以感谢国泰有这些东西。那在大家就座后 ，Cabin Crew 也很快出来发热的湿毛巾还有迎宾饮料。今天要喝气泡酒完全不在我的计划内 ，But I can tell you this is making me very bubbly。紧接着安全影片开始播放，飞机也开始倒退，我们也准备起飞咯。今天就没有起飞片段了，大家就自己脑补一下吧。随着飞机抵达飞行高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国泰航空豪金舱的晚餐都吃些什么吧。餐桌是从旁边这里拉出来，是个折叠式的餐桌。考虑到豪金舱的餐盘都比较大，这个餐桌就显得有点小。那我们今天在豪金舱有3个选择：鸡肉饭、马铃薯鱼跟素的意粉。我今天吃的是 potato fish。飞机餐一来就能感受到跟经济舱的差别。整个摆盘有仪式感多了，都是真的陶瓷碗，不像在经济舱都是塑胶。餐具也都是纸巾漂漂亮亮的包好，而且也都是铁质的，相当有质感。我好饿，我们赶快开动吧。先来讲我叫的饮料，国泰自家酿制手工淡艾尔啤酒 Betsy， 哇，这个我蛮爱的，酒味偏淡，很清爽，加上这个超酷的包装，我只能说，如果你想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的话，这个饮料推荐给你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这个不感兴趣的话，也有很多其他酒类给你选择，这里是菜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接着前菜是这个甜椒茄子马铃薯沙律，其实我没有到很爱，虽然材料很丰富也很健康，但一大坨冰冰的马铃薯，我反而觉得没有到很开胃，所以哇哇。来看今天的主角，菊鳕鱼配罗勒、番茄酱茴香、南瓜及欧芹马铃薯。哦，名字好长，我也不知道我念对不对，但 Oh my God， 这个神仙好吃，特别是马铃薯泥 ，seasoned so perfectly and creamy。鱼肉是属于偏扎实，不会很 flaky 的那种。蔬菜的部分有南瓜就会俘获我的心。唯一我没有很喜欢的是洋葱，一整颗煮的不够烂，咬起来也有一点点硬，没有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。那吃完主食后就是一堆餐后点心，水果很冰，也蛮甜的，优秀。面包配奶油，细节也都做得很棒，都是热过的，加上刀子有点弧度，让你可以更方便的挖奶油。Cheese and Crackers 的 cheese 我有点吃不太习惯 ，cheese 味有点太重了，这应该算好事吧？恋爱脑可以考虑一下，因为非常的 cheesy。我还是拿旁边这个香草口味的哈根达斯来配 Crackers 好了，这个组合才是无敌的。最后 to wrap things up， 还有个 mini 的国泰 milk chocolate， 真是可爱的包装，吃起来也脆脆的，很像 Kit Kat， 但又不会死甜，好吃。以上就是这趟国泰豪金舱的晚餐，真的超棒，马铃薯泥超神仙。但我觉得重点还是豪金舱是有做出跟经济舱之间的差距的。如果豪金舱吃的跟经济舱一样，即使经济舱再好吃，也会觉得亏亏的。所以这点国泰很棒。如果今天国泰豪金舱的价格合理，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吧。好，吃得好饱。在准备入睡之前，我们先来厕所洗漱一下。豪金舱是有自己独立的一间厕所的，所以34个人分一间。为什么我看上去快死掉一样？有包尿布的台子、马桶垫、国泰牌的 hand cream、hand gel and hand soap、卫生棉、清洁袋、插座、杯子，还有 Kotak。东西是真的蛮多的，果然豪金舱的厕所还是要稍微好一点。我也刚好拿了过夜包里的牙刷来刷牙，是木质的，看起来蛮有质感，但刷起来其实不太好用，毛太硬了。但过夜班有牙刷，我觉得都是很加分的，所以不抱怨。好了，吃饱了也洗漱完了，回座位戴上眼罩跟耳塞，我就先睡个觉咯，晚安。大家好，又是我，睡得好舒服。其实我没有很饿，但身为敬业拍片仔的我，要努力给大家介绍才行嘛。国泰的长途飞机中途是可以 order 蛋挞跟泡面的哦，这不是豪金舱专属，经济舱也有。我之前也吃过几次，也介绍过，但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的话，现在你知道了，都还蛮好吃的。那如果你对这两个都不感兴趣，其实也有其他零食跟能量棒可以拿啦，所以放心吧，你绝对饿不到的。OK， 介绍完毕，我再回去睡一下，我们早餐见。Hello, it's me again. 瓦里雷好像吃太饱，现在水肿到一个不行。
好，起床。这次的早餐有港式点心跟西式炒蛋可以选，那我肯定是选比较特别的点心咯。想看西式炒蛋的，我之前搭国泰 A350 经济舱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吃到过一次，所以好奇的人类可以去看那一支。那这次的早餐也是十分的丰盛，有一碗主食，一碗水果，凤梨优格，热的垮送，奶油跟草莓酱，还有一杯饮料。餐具一样是包在纸巾里，也都是铁质的，所以仪式感并没有少。我们就直接开吃吧。主食一打开就有一片菜放在上面，是在暗示要上菜了吗？好啦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我问我香港朋友，他们也表示不知道，所以在这里求解答。那把菜掀开后，下面就是各种港式点心。I'm gonna be dead honest， 我当时吃的时候，除了牛肉球跟这个腐皮卷包起来的东西，其他每一个吃起来都像哈搞，让我非常的困惑。我现在回去看菜单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吃了以下点心啊。那口味上来说，我觉得就普普通通。我觉得我可能在温哥华吃过太多神仙的点心了，所以标准真的是异常的高。我会说旁边这个垮送就很赞，热热的搭配奶油跟可爱的草莓酱，真是美味的卡路里炸弹。水果也一样冰冰甜甜，而且最容易雷的凤梨也不会酸，非常的清爽。最后凤梨优格真的是蛮神奇的，里面有凤梨粒，吃起来也没有那种讨厌的化学味，所以我就把它干掉了。好啦，吃完这份负担比较低的 pre-arrival meal 后，我们就也差不多准备要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啦。这次意外的惊喜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。老实说，我原本还很兴奋可以开箱这架的经济舱的说，虽然硬体方面确实比较旧，但 soft product 是真的很好。从出发时的迎宾饮料、热湿毛巾，到飞行途中的飞机餐、过夜包，我觉得是有跟经济舱做出一个明显的区分的。更何况现在飞温哥华的777内装也都改为最新的了。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花重金买商务舱，却又想舒服一点，豪金舱考虑一下吧。OK， 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集来做哪一支呢？华航、全日空、阿联酋，大家比较想看哪一个呢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收藏、订阅。快1万订阅了，继续努力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